极权主义制度呢不是中国制度，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就是有一个很多人有一个基本的混淆，把今天的中国呢和古代的中国的帝王制度混为一谈。那么当你对这个制度有了基本的混淆之后，那么你对这个制度实际上是丧失了判断能力。就是极权主义制度产生于极权主义运动，极权主义运动是一个非常疯狂的运动，是有大量的人参与的，这些大量的参与的人，很多人是不要命的。所有原来在这个旧世界里，这个有权有势的，全部打入地狱，然后所有的这个财产都分。这个，所以我们先替耶稣基督把事儿干了，是财产全分，就是不允许再有任何这个，不允许有任何人有这个自己的财产。您现在马上要出来的这本书，中文和英文的名字，然后您的写作目的和最关键要解决的问题，对，它这个中文的名字叫做《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英文名字叫做 Institutional Genes：The Origins of China's Institutions and Totalitarianism。那么这个书呢，我这个书实际上是有3个主要内容在里边。这个第一呢，它当然是针对中国的，但是它针对的中国呢，是希望这个提供一个系统的对中国的认识。那个当然它是要帮助人们认识今天的中国，但是呢，认识今天的中国呢，不可能只看今天。那么所以呢，我是要挖今天中国制度的根源在哪儿。那么为了它呢，我就挖到了极权主义制度。因为极权主义制度呢不是中国制度，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就是有一个很多人有一个基本的混淆，把今天的中国呢和古代的中国的帝王制度混为一谈。那么当你对这个制度有了基本的混淆之后，那么你对这个制度实际上是丧失了判断能力，就是你会错误的把中国古代帝王的时候的东西拿来比喻现在，拿来这个预言将来的中国会怎么样，它都是看中国古代，那么这是错误的。因为呢，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不是中国自己的制度，不是来自于中国的帝王时期，而是从苏联进口的，这是苏联来的制度。所以呢，我们就要挖它的根源，就是苏联这个制度又从哪儿来。那么很可惜呢，就是虽然世界上关于苏联的这个文献非常多，就是无论是这个苏俄人写的，还是用英文的，这个量非常的大，但是呢，很可惜，并没有好的一个著作呢，一个好的研究工作呢，来挖掘为什么在苏俄产生共产极权主义制度。不存在这样一个著作。就是我为了这个，我实际上最早呢是希望我能寻找到已有的文献，在这个基础上我来讨论中国。但是很不幸呢，就我发现呢不存在这样一个文献，所以呢我就自己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我这个书的第2个重要部分呢，就是挖掘这个极权主义的根源，就是极权主义作为一个制度从哪儿产生来的。那么我的第3个贡献，就我这个做的这个书呢，是这个方法论。这方法论可能不做科学研究的人可能不感兴趣，但是我仍然愿意提一下。原因呢，是因为要追究这个问题，一定涉及方法论，就是为什么不存在这个好的文献能挖得深，因为缺少方法论。当你没有合适的工具的时候，你挖不深。就你要深挖，你需要深挖的这个方法，你需要机器。所以呢，我就造了一个方法。那么这就是我这个书的题目，为什么叫制度基因
很多人会以为制度基因是个比喻，是个来自生命科学的比喻。但你理解为生命科学的比喻呢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我这是一个方法论，就是我是要追这个制度的基因，这个制度从哪儿来，这个追它从哪儿来的时候，我用这个概念来帮助人理解它的起源是什么，它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那假定，因为我为了讲的通俗，所以我就不再讲这个经济学里的分析的那些语言，那么就用这个比喻的语言。比喻的语言，那么制度基因大家都能想象，这就像生命科学里的基因，那么基因是遗传的，那么基因呢它是会有突变的。那么当你有外界的环境的时候，它会伴随着外界的环境会有各种突变，然后它面对外界的环境的时候是有选择的，那么它朝什么方向去演变？那么实际上所谓的基因呢，它是离不开这个进化论的。那么它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它有基因的部分，有外界的影响的部分，有突变的部分，有选择的部分。那么合在一起，就有我们看到的它的演变过程。所以我这个整个呢是提出来了一个新的这个分析制度演变的一个方法，用这个呢来看这个极权主义制度、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制度从哪儿来的。那追这个东西呢，我就一直把这个问题就追到了它的最早的根源上去了。虽然追这个从哲学上追，那么最重要的著作是那个 Karl Popper， 就是 Popper，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Open Society 那本著作，他讲的是哲学的根源。哲学的根源呢，他追到柏拉图去了。那这个当然在哲学界人们是有争论的。那么我呢不是走的他的这个思路，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这样讨论的，因为这个极权主义产生，就是极权主义制度产生于极权主义运动。极权主义运动是一个非常疯狂的运动，是有大量的人参与的。这些大量的参与的人，很多人是不要命的，就是你要煽动起来这么多的人拼了命的要推动一个极权主义的运动，这不是哲学能解释的，这不是哲学，这是社会运动。那么这个社会运动从哪儿来？这个有煽动力的这个想法从哪儿来？这不是哲学。就是如果我们看，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极权主义，就是现代的极权主义制度产生于苏俄。苏俄有几个人知道柏拉图？就是哪怕是在他的这个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创建人里边的知识分子里，就是你从柏拉图他这一路再追下来，就追到了这个黑格尔，然后马克思。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人其实都不是很多，知道黑格尔的就很少了，知道柏拉图的极少了。那再回到中国，最大的共产集权制的这个国家，就是控制人最多的是中共。那么在中国，在这个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过程中，那么直到后来有知识分子进来，这个之前没有人知道柏拉图。几乎没有人知道黑格尔，知道马克思的人极少极少，都是屈指可数的，所以不是哲学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哲学问题。那我就把这个追下去呢，我的这个追寻它的根源的思路来源是什么呢？来源是恩格斯本人和恩格斯的亲密的助手跟学生考斯基，来源于他们两个人的著作，和来源于冯米塞斯。米塞斯呢，在20年代出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著作，这个他的英文版的这个著作的名字就叫社会主义，就是 Socialism， 但他有副题就比较长的。那我讲这三个人，这是指导着我挖掘根源的这三个人，他们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基督教，就是它的根源是基督教。这个是实际上呢，你再往前追呢，是比基督教更早，是犹太教。就是早在犹太教里边就有着这个共产主义理想的这种基本的原则，而所谓的共产主义原则呢，就是这个绝对平等。
而这个绝对平等就是怎么能够达到绝对平等呢？绝对平等就是指的就是这个财富，就是指的个人没有财富。就是你要绝对平等，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消灭个人的财富，让这个财富是社会公有。但是呢，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呢，它那个传统上的这个共产主义，它当然没有这个词，但是呢，它的这个实质都已经在那儿了。那么它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呢，是自愿的，就是你自愿相信了这个宗教，所有信这个宗教的人就把你的所有财产捐给你自己的这一群人，就是社区吧，就是都是一个一个小团体，在每一个一个的小团体里是没有私人的财产的。那么这里边，那当然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和耶稣基督的所有的信徒，就是任何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必须消灭自己的财产，把你的财产拿出来跟大伙儿就是没有了，跟大伙儿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这个绝对的平等。那这是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的实现是靠自愿。所以呢，我把它叫做自愿的共产主义。就是虽然当时没有这个词，但是呢，你刻画它这个现象，它是自愿的共产主义。但是这种想法呢，就是到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后边基督教变成了这个罗马帝国的国教，那么就变成了为罗马帝国服务了。那么当他为罗马帝国服务之后，他就已经丧失了这个性质，因为他绝对不可能再推动这东西，所以他就是人们今天讲的叫做天主教，实际上就是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它跟这个东正教分开才有了这个名字。但是它这个性质的变化是它自从它变成了国教，它这个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因此呢，在它的这个天主教里边，就是说它国教这个罗马帝国的国教里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就藏起来了。那么他把这个问题藏起来以后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宗教改革重要。宗教改革的时候，把所有原始的基督教里的真正的内容全部又挖出来了，全部都弄回来，人们再重新讨论。然后呢，这个宗教改革首先就是挑战这个国教，就是挑战这个国教，就是你这个把原来这个宗教里的最重要的内容给搞掉了，那我们现在要恢复它。然后呢，你们这些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会啊，自己变得很富，你根本就违反了这个基督教的基本原则。基督教，你如果真正是追随耶稣基督的，真正追随耶稣基督的信徒的，你得跟他们一样，财产拿来分了。结果你们财产是最多的，你们是这个最富的，所以这个本身就是宗教改革里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内容。那好，这个是这个信仰的部分，就是意识形态的部分。但是这个意识形态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发生了很严重的扭曲。这很严重的扭曲呢，就是原本这个基督教呢，他讨论的这个平等是自愿的，它是和平的。这个时候发生的扭曲就是使用了暴力。他就说，他这个暴力呢也很自然，因为这个天主教要镇压这个所有的异教徒，然后所有的异教徒要以武装的方式保卫自己。所以呢，哪怕没有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刚才讨论的那些内容，他们实际上由于实质的利益的原因，已经就变成了武装冲突。就是这个宗教改革实际上后来就变成了武装的冲突，就是新教和这个天主教就是这个都是这个拿起武器杀对方战争。然后呢，这个从新教里尤其最具体的讲，就是从路德教里边分出一派，就是真正的路德的这个信徒啊，非常非常忠实于他的信徒，走的就更远了，就是认为我们要用暴力实现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共产主义。就那时候这词都没有，我这是为了讲话方便用的这个词，就是来概要。
对，要绝对平等。于是就用战争的方式就打下了个地方，然后就是这个用暴力来分财产，就是消灭了这个个人财产。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德国农民战争。我之所以说我的这个文献这个起源是来自于恩格斯和考斯基，那么就是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都关于德国农民战争有过相当的论述，而且都说了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的第一个初期的就是德国农民战争。然后再往后就是马克思死掉之后，在恩格斯的晚年，恩格斯专门写过一个一篇文章，这文章在中国的马恩全集里是没有的，在俄文的马恩全集里没有的，就是有这么一篇文章，这我书里边引用的这个部分内容，就是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非常清楚地说了，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于中世纪的这个宗教改革。然后呢，考斯基更重要，就在恩格斯的这个，因为他是考斯基的非常重要的工作都是在完善恩格斯已经提出来的东西，所以考斯基呢是在恩格斯死后出了一整本书，是讨论这个共产主义的起源，就是中世纪的宗教改革，一整本书。所以这个是我的真正的就是这个来源。恩格斯的这个中文的这个共产主义思想起源来自于宗教的这篇文章，为什么在中文里没有呢？因为这个中文的马恩全集是来自于俄文啊，然后俄文的马恩全集实际上不是全的，就是他们在这个编的时候是有选择的，有些他们认为不利，就有意的没有选。不利于什么呢？不利于讨论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些内容我回头可以发给你，哎，就是因为我有中文版，明白，所以我的那部分的用语啊和它的文献是什么，就是我都已经就用中文也都写出来了。太棒了。对对，那么您继续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时期呢，就是中世纪时期呢，这个第一个建立的稳固了好几年的第一个共产极权主义政权，就是在15几年，在这个今天的德国的一个城市，就是离荷兰不远的叫明斯特，是在那儿建的。就是当时呢，他们建了这个明斯特政权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世界末日马上就来，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嘛，他说世界末日马上就来，世界末日来了以后，耶稣基督就回来了，就是耶稣基督回来，这个世界就是天翻地覆，就是整个就颠倒过来，就是这个所有原来在这个旧世界里，这个有权有势的全部打入地狱。然后所有的这个财产都分，这个，所以我们先替耶稣基督把事儿干了，是财产全分，就是不允许再有任何不允许有任何人有这个自己的财产，然后家庭解散，这个男女分别住那个宿舍去了，是连这个夫妻都不可以有性关系，就不可以有亲密的，就是没有了，家庭没有了，财产全部没有了，而且都是用的暴力。就是说你自己捐，你就是好基督徒，你不捐就是杀了你，所以全部都是使用暴力。那么很多的人四处集中到这儿，就是那种原教旨主义的，也有机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就是那些穷的人呀、流氓啊、痞子啊什么，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发现这地儿好，这地儿好混饭吃，所以有忠实的信徒，也有这个痞子、流氓什么全来了。所以就在这个集中到明斯特，然后这个因为他是使用暴力的，所以就把原来统治这儿的这个贵族都给赶跑了，就是杀了的、赶跑了的，所以他们占了这个地儿，这个占了有2、3年时间。然后后来呢，是这个我如果没记错呢，是这个路德派的这种新教的人和这个当地的贵族联合在一起，以这个武力用暴力把他们给灭了。灭了他们以后呢，就把这个明斯特的这个造反的这个头
就这个用酷刑弄死，然后关到个铁笼子里，挂到这个城墙上头给大伙看。然后至今明斯特还是这个 UNESCO 的世界遗产，这个遗产就包括那铁笼子，至今还挂在那上头呢。这就是当年杀了那个第一个共产极权主义的头子。只不过我的这些用语，你今天作为游客去看，我的用语都是没有的。我的用语就把这事儿说穿了，而现在往往人们的用语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人们看了以后并不知道发生的是什么。我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他说穿了，这就是这件事儿。明白了。那么这个是最早的那个起源，这个最早的起源和后来的那个呢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是并不直接就过来了。那么从这个起源呢走到下一步，这个真正直接影响到这个共产党的是从法国来的，著名的血腥的这个罗伯斯庇尔，他的这个雅各宾俱乐部。那么雅各宾俱乐部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共产极权主义的组织。那么为了要发展这个世俗的共产主义宗教，恩格斯呢就需要寻找谁来帮助，然后呢他要建一个党叫共产党，得按他们宗教的法写。我就把那个 God 给换掉，我把那个 Bible 给换掉，剩下的就是那里的东西。所以他知道怎么写，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写的那么有煽动性。就是实际上马克思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基督教里边的共产主义思想怎么会变成了这个世俗的共产主义？所以这个演变哪来的？那不知道的人都会以为是马克思弄的，根本就不是。是呢，是这个法国的这个天主教教会里边，就是法国很特殊，就是虽然呢名义上这个天主教的首都是罗马，但实际上呢，这个在历史上呢，有过相当一段时间呢，天主教的首都在法国，所以法国呢一直是天主教的重镇，是和罗马是可以这个相提并论的，所以是这个法国的天主教里边的一个这个神父啊，叫梅里耶，就是用汉字写叫梅里耶。梅里耶，这个梅里耶呢是一个两面人，那个他是天主教神父，实际上呢他不信天主教，他根本憎恨天主教，他信共产主义，他是一个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所以呢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就是默默无闻的写了他的著作。这个著作呢就把天主教里边，就是基督教里边的共产主义的内容写成了世俗宗教，就是世俗的共产主义是他发明的，其实不是发明，是翻译的，就是把基督教的语言变成了世俗的语言。基督教里边是有上帝的，他就没了上帝了，这就是他弄的。而且呢，他不仅仅提出了共产主义的这些思想，也没有用这词都不是他发明的。但是重要的是思想本身，就是整套的这个思想。因为我们关心的就是共产极权主义哪来的煽动力？这个煽动力是从基督教来，就是很自然了，你就一下就明白了。基督教这么大的力量，共产主义是嫁接在那上出来的，所以它的力量就来了。而这个力量的来源是这神父翻译的。这个神父呢，他就不仅仅提出来要把这个所有私有财产给消灭了，而且他就明说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杀几个国王，必须杀很多的贵族，就是有财产的人都给杀了，就是要用暴力。那么他这个当然就是你要强制，你要实行
就是我在我的著作里呢，就把这共产主义分成就是自愿的和强制的。就强制共产主义就是不使用暴力是不可能的，对，自愿共产主义只能达到一个社区的水平，因为这都是自愿的，你都不可能是一个城市，就是城市里不可能都是自愿的愿意共产的，你在社区里是有可能的，你这富裕的人很富的人自个儿不愿意富了，愿意跟大伙分了，那就分了，但是他分一定是有界限的，就是一定是这个社区谁可以进谁不可以进，他没有可能他跟所有的人都分了。是的，而且他一定会遇到抵抗。对对对，那么所以你真的要实现这个没有限制的共产主义，那就除了暴力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这是麦利耶第一个提出来，而麦利耶的思想得到这个大规模的流传，靠的是伏尔泰。这就来了，这个呢就是在法国的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非常激进，那么他呢把这个麦利耶的东西呢，他没有全部拿出来流传，拿出来其中的一个部分，然后由于他的影响特别大，所以他拿出来流传的部分呢，立刻就影响特别大，而且很多人把这个混同于伏尔泰的著作。对对，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起的影响特别重大的就是卢梭。卢梭读了麦利耶的东西，卢梭呢是在论述这个共产主义，论述这个消灭私有财产，论述私有财产是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这些是起的作用大范围的作用最大的思想的来源是麦利耶。明白。所以都不是他们个人，就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发明这个东西就影响这么大，而是因为是基督教，它是基督教的成分，所以呢这些基督教徒们很容易接受这个然后你世界上已经有1/3的人是信基督教的，然后你这个信基督教的人，你给他往这方向上引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本来就信这个，然后你这个咣叽咣叽一弄，就把它弄过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真正的这个把这个共产极权主义，这个在相对近代，就是近代的社会里，第一个干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就是法国大革命原本它的这个目的呢，是为了建这个，是为了建这个宪政，他们原本是在模仿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法国大革命时间呢是这个18世纪末，英国的光荣革命呢是17世纪末，就是100年之后，法国人想模仿英国人，而这个伏尔泰呢是非常受英国影响的。伏尔泰的大量的这个启发性的想法是他在英国待了好久，是从英国带过来，但是呢，他又弄了这些玩意儿过来。那就是这些玩意儿就比这个英国那个远为更激进，而且实际上呢，英国的光荣革命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保护私有产权，而他把那些东西都弄过来了，就是消灭私有产权。他自己没有直接去吹这个东西，但是他把梅利耶的东西拿来这个传播了，而这个卢梭就是这个卢梭也没有直接说消灭私有产权。但是他说了，不平等的根源是私有产权，然后要消灭不平等，这他说了。所以你逻辑上到消灭私有产权就差一步或者半步，就差一丁点儿。所以受卢梭影响的人，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非常重要了。明白。所以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著名的血腥的这个罗伯斯庇尔。他的这个雅各宾俱乐部，那么雅各宾俱乐部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共产极权主义的组织，雅各宾俱乐部。而雅各宾俱乐部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本人是直接的卢梭的学生，就是这个，他就是把卢梭胡扯的那些东西呢变成了实际行动的人。那么，但是即便是罗伯斯庇尔呢，也走的仍然没有足够的远，所以呢，到了这个雅各宾俱乐部到后期
这个遇到了许多困难呢，这个罗伯斯庇尔本人又被他们给弄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又出了下一个真正重要的人，叫这个巴贝夫。巴贝夫呢，他本人活着的时候地位一直并不高，但是呢，野心很大，那个思想就是站得很高，这个看得很远。他呢是读了这个梅利叶的东西，读了卢梭的东西，受了这些个影响呢，他是真正发明共产主义的人。共产主义这词儿是他发明的。然后呢，共产主义必须要通过这个暴力那个夺取政权，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以后，这个夺取所有的财产，然后再平分所有的财产。那这都是这个巴贝夫提出来的。那么巴贝夫呢就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就叫做密谋社。这个自个儿的名字，这不是别人污蔑他，自个儿叫密谋社。他的密谋社呢，就是以这个秘密组织的方式来夺取政权，来这个夺取所有的社会的财产，来分配社会上的所有的财产。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关于以后这个马克思发明的词叫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发明词管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阶段叫社会主义阶段，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等等等等。那个里边的实质的内容，巴贝夫已经早就都写出来了。就是巴贝夫呢有这一整套的这个理论，这个一共就几十页，这个几十页实际上就是核心的内容、精粹的内容已经都有了。然后呢，就是他要发动密谋的政变，准备夺取政权，没有搞成，抓起来了，然后在监狱里继续传播，然后监狱里一群人跟着他，而且跟着他的人都不仅仅是法国人，里边非常重要一些人都是意大利人。所以呢，把他处死之后，这个后来不是当然就是有这个拿破仑政变啊，然后这个有些人就放了吧，然后放了以后，这些人呢就在欧洲推动了欧洲的第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就叫共产主义运动，这词就是巴贝夫发明的，这些人就是巴贝夫的这个追随者。那么这个时间呢，大体上就是1810年代，然后呢就到了恩格斯了。就是恩格斯哪来的？就是恩格斯的想法哪来的？没有这些想法，恩格斯就不是恩格斯，就不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恩格斯，就更谈不上马克思。马克思根本和这事儿边都不沾。恩格斯哪来的？恩格斯呢，他只不过是一激进青年，父母呢觉得他在德国不安全呢，因为不安全的原因是他太激进，给他送到一保守的地儿，送英国去了。因为他们家在英国是有资产，所以他让送英国去当资本家就好了。他这个不安分的激进青年，结果他因为是左翼嘛，他在英国就是跟这个左翼的基督教的这个神父就连上了。然后这个左翼的基督教神父呢，就在这个1840年的这样的时间里去了一趟巴黎。到了巴黎就带回了好消息，说欧洲有了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如何如何，就把巴贝夫的文献给他带来了，重大启发。然后他俩一合计，说咱们在伦敦建一个，于是就建了一个伦敦，还是叫英国，我记不准了，我这书里有这个应该是叫伦敦共产主义宣传社，这就是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组织，是跟恩格斯跟这个英国神父联合建的。对，密谋然后这英国这神父呢，他是真神父，所以呢，他的兴趣仍然是基督教。OK， 他的兴趣不是世俗的共产主义。于是呢，他后来呢就跟恩格斯一块弄了几年。他就这个脱离了世俗的共产主义运动，他去搞这个共产主义基督教去了。所以呢，他在英国呢就建了这个共产主义基督教的这个教会，就是有他的教堂，有他的教会，所以他脱离了。那么为了要发展这个世俗的共产主义宗教，恩格斯呢就需要
寻找谁来帮助，然后呢，他要建一个党，叫共产党，然后他为了要建共产党，要这个找人帮助写一个共产党的宣言，找到了马克思，就找到了卡尔马克思，然后呢是出了一大笔钱，给了卡尔马克思。他当时呢，卡尔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出了一大笔钱让他写，他写不出来，他根本搞不清什么是什么。然后没有办法，所以根本是个写手，他根本就不是这个后来说的这个花了一大笔钱的这个雇他写，而且也不是用他名字，就是因为根本就不是著作，就是共产党的宣言，那只好他自己去了。于是去了以后呢，他找马克思喝咖啡，在这个布鲁塞尔的那个最繁华的那叫就 Market Square， 今天还在呢，你可以去看看，那很漂亮，很漂亮，很繁华，金碧辉煌的，就是那儿的那个咖啡厅，天天就在那儿跟他喝咖啡，在喝咖啡跟他侃，来启发他，那个告诉他共产主义是什么，然后这东西应该是怎么样，而且就全是宗教的呀。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是犹太人，非常熟悉。就犹太人的这个特点就是他对宗教非常熟悉。犹太人当他说我不信宗教的时候，他的不信是在他非常熟悉的基础上做的个人选择。就是说我明白你那事儿，我不信你那事儿。对，他们俩人呢就是这个，但是呢，我这共产党的宣言得按他们宗教的法儿写，我就把那个 God 给换掉。我把那个 Bible 给换掉，剩下的就是那里的东西，所以他知道怎么写。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写的那么有煽动性，就是实际上马克思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根本新学的。你是从根上把马克思给颠覆了，这全世界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全部得跟您挤了。然后呢，他造一个世俗宗教。就我这整个书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对共产主义的这个共产极权主义的核心的这个解释，就是这是世俗宗教，就是共产极权主义是个世俗宗教。这个运动是个世俗宗教运动，它为什么这么疯狂？为什么人这么多？因为是世俗宗教，它不是就是一般的政治运动，它也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就是你一般的意识形态，你没有办法弄出这么多人来，这么疯狂的跟着这个弄，那就是对，它就是因为它是，所以我叫制度基因。明白，制度基因是。首先是基督教，就是基督教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基因的部分。所以你有了这个制度基因，在这个制度基因下边，你再给它突变，它就来得容易。它不是凭空出来的，就不是说哪个哲学家有个什么哲学，这个哲学凭什么人们会跟着他？所以你有了这个制度基因，它人家不是简单的跟着谁。他本来就信那东西，然后你稍微一扭曲，你就把它弄得来了。等于他的延续了很多他的思维模式和他的基本信仰的那个逻辑。对，但是他换了一套词汇要表达。对，就是用通常的社会科学的人接受的语言呢，就是叫做社会共识。就是原本人们有一些共识，然后你是在那个共识的基础上的一个扭曲。当你是一个扭曲的时候，它原来就有相似的社会共识，扭曲了以后，人们没有看清楚这个扭曲的后果是什么，但是很容易给煽动就过去了。因为有很多研究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都在研究，包括很多这个研究 demagoguery 嘛，就是专门讲这个煽动的，对，但都是从话语。对，组织形式，对，还有就是动员模型，对，从这些角度来，对，还有从 psychology 社会学的人类行为分析，对，社会心理学的这些角度，对，您是从哲学的
宗教基因这个地方。对，我自己的用语是说，我说我这是就是社会科学的讨论方法，然后呢，我是目的呢是要看这个制度演变，这个机制是什么。那么讨论制度演变的机制呢，在这个经济学里有个著名的这个学者叫 Douglas North，那么诺斯的著名的理论呢，就是叫做路径依赖理论。那他是说呢，这个制度演变呢，它一定是和这个制度原来从哪儿来，依赖它原来从哪儿来这个路，从哪个路走过来的，就是路径依赖理论。那么我的这个理论呢，和他这个理论呢是有紧密的关系的，或者换句话说呢，我认为呢，我是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发展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理论呢，我认为是一个黑箱，就是你没有这个黑箱里边机制是什么？为什么它跟路径有关？它没有解释。它有个解释，那个解释是很难用的。那么我的解释呢，就是之所以是路径依赖，是因为原来你那个制度是什么，那个制度就和当时的制度基因就已经有关系了，就你有那个制度基因了，然后是在原来已有的制度基因下，受外来的影响，受其他的制度基因的影响产生的突变，所以它跟你原来的制度基因一定是连着的。而我叫做制度基因的那个东西，我可以进一步往下分析，就是这制度基因是什么？这制度基因是什么呢？它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性质，就是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它的性质。这个性质呢，我们叫做激励相容性。激励相容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大白话说，就是它和人的利益在一起。明白。就是当你这个制度基因要变或者不要变的时候，它为什么会变或者为什么不变，是因为和它相关的人追求自个儿的利益，那就是推动它变化的那些人，实际上是在朝着自己的利益把它给变到那个方向上去了。但是凡是推着它往前变的时候，这些人一定要努力保护他自个儿的利益，就是原来的制度里对他有利的，他一定还要；原来制度里对他不利的，他一定想办法把那个给改了。然后他用什么方儿找来一群人帮着他往那方向上改，你也得有那些人的利益跟他分。所以呢，这个就是制度基因的概念，就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制度为什么会朝某个特定的方向变化。那么我的这个看法呢，会和相当一些的历史学家是有意见上是有不同的，或者甚至说是有冲突的。因为很多的历史学家呢，他认为这个历史的发展是完全偶然的，历史的发展是由偶然事件这个集中起来。所谓 critical juncture 嘛，就 critical juncture 就是关键偶然节点。对，对。那么我的解释不是这样的，就我的解释是说呢，这里边有大量的偶然性，但是呢，它有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是原来就有的，而这些最基本的条件是不会违反的，所以呢，它的偶然性是有限的，就是有些地方你会看到有偶然性，比如说这个十月革命，是不是这个那一天就成功了？十月革命是不是这个列宁就是领袖？如果列宁不是领袖，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件事儿了？那这个从我的这个分析角度去看呢，就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它这里边呢，可以不是这一天，可以是别的天，可以不是列宁，可以是托洛斯基。这个列宁和托洛斯基之间没有重大差别。这个或者换到今天，就说是习近平啊，还是薄熙来啊，还是王岐山啊，这谁都一样，就是不是说一模一样，就是它会有偶然性上的不同，就会在许多细节上会有不同，但是大的制度上的整个的总的趋势，中间没有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基本趋势是一样，或者说如果邓小平能活120岁呢，那邓小平活120岁，大的趋势也是这样。就是这中间没有重大的差别，就会有很多很多细节上的差别。这个所以偶然性解释的是那个细节，这个非常重大的最基本的那些道理，
不是偶然的。东正教对于俄国人来说，是真正的他们的这个贯穿了他们全社会，洗了他们的脑子的，世世代代，对对，世世代代，他的语言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他的语言根本就是这个宗教语言，就是从12月党起，在俄国形成的它的一个基本的政治气候和一个基本的政治组织方式和这个革命的方式，这个改革的方式，就是用这个恐怖组织搞密谋、搞暗杀、搞这个暴动啊、搞这个政变啊，就是俄国基本传统。最重要的，在德国的左翼的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是原来恩格斯、马克思他们的党，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8、1919年坚决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坚决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完了，结束了。中共的这个集权体制，它是必然会出现在中国这个土壤的。对，那么怎么解释就是这个中国为什么建了这共产集权制，就是这个问题。当然，就是这我的书的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就是前面追了很远，是为了讨论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然后为什么在有些国家有这么大吸引力，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很大吸引力，就是因为我讲的制度基因的道理，就是希望平等，世界上所有国家人都希望平等，但是为什么这个共产集权主义并不能在有很多国家里获得多数人的共鸣？比如说，英美，就尤其是英国，这个根本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是产生于伦敦，但是呢，它在英国从来没有变成真正的很强的力量。那个当年这个列宁他们这个逃难都跑到伦敦去，就是伦敦非常自由，就居然容许他们这些搞密谋的人。其实你今天看，今天的俄罗斯人也跑到，也都是跑到伦敦去啊。最有钱的寡头也都是对。把伦敦都快买光了。对，他在这种相当自由的条件下，他并不能在英国形成社会共识，要推动共产主义，就弄不起来。所以呢，这个当时马克思认为最理想的是德国，他认为德国能弄起来。那虽然他没有制度基因的概念，但是其实他的直觉是朝那个方向去的，就是在德国呢，这个方面的制度基因的成分是有一点。但是即便在德国，他也弄不起来。1918年、1919年都发动过武装暴动，那个搞过不止一次，在许多的不同的地方都在德国弄过，然后全失败。那么失败呢？简单的说，人们会说是被镇压了，但是为什么会被镇压？这个其实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需要解释的。为什么会被镇压呢？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多少人愿意起义干这个事儿。比如说，最重要的在德国的左翼的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是原来恩格斯、马克思他们的党。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8、1919年坚决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坚决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完了，结束了。就是他虽然信共产主义，但是他反对极权主义。希特勒当时刚开始也有他这一些的这个底层民众、底层暴民呢，其实是对，就是无产者，但他用的不是那个词儿。对，他的制度基因是民族主义。就是说，这个共产极权主义的需要的制度基因在德国不够强然后呢，民族主义的制度基因够强，所以他弄出来了。法西斯是在意大利，都是煽动的这个民族主义，所以这个是民族极权主义，而不是共产极权主义。对，按您这个理论，就是当时的民族主义的这个基因更强，对，所以他的信众，他的这个社会的 echo，他这个共识也更强，对，快速铺开。对，就是他弄得成的东西是那个方面的制度基因来的。那么回到中国呢，那么下边的问题就是，实际上呢，关于宪政，中国人是从19世纪后期就开始学习了。
然后你这个戊戌变法虽然是虚的，但是呢，确实他说的就是要弄宪政，宪法他说的就是他说的就是要君主立宪，然后后来这个又这个庚子这个立宪，就是庚子改革，那么前前后后就是也相当长时间，然后动作也很大，然后中国的这个社会精英们，这个虽然很肤浅，但是呢，他们知道的东西外来的就是宪政，他们知道的就是宪政，他们知道的这个国家要改革，那么要朝改革的方向就是宪政。然后孙中山他们搞共和革命，那共和革命它和这个前边的宪政改革，他们的真正的这个差别是用革命的方式还是用改良的方式建立宪政，但是说的都是宪政，那么他们之间的争论都是如何实现宪政，那下面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苏俄的那东西1919年才有人知道，1919年之前都没有人，在中国没人知道那东西，马克思主义不知道，列宁主义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更不知道，那不是什么奇怪的词都不知道。但是从1919年才刚有人知道，第一个知道李大钊，这个1920年共产国际派人来，然后就组织了共产国际组织的所谓学习小组，然后21年就建立了党，发展这么快，对，1931年就建了中华苏维埃政权，就是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就是这个宪政的东西在中国搞了半天，然后最后全被他们就都搞垮了。那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么我的这个解释呢，就是因为中国呢，这个在他们推动宪政改革和推动这个建立这个共和制的时候，共和制其实就是宪政。中国呢，并不具备这个他所需要的，就是建立宪政所需要的这个制度基因。这个制度基因我这个概括的就是第一，就是这个非常坚实的这个私有产权，这个私有产权一定是和人的理念是在一起的，深入人心的。对，就是他认为那东西是天经地义，他自己别人不能动的，就这个东西。第二就是这个公民社会，第三就是这个基本的社会共识，就是说这个是为什么先提那两个，因为那些共识必须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上，没有这个，那些外来的什么说法都没用的。明白。就是外来的那个说法，实际上是帮助他形成这个理念，对，帮助他坚实。就是说我为了我的权利，我看到了英国是这么弄的，为了我的权利，我看到美国是这么弄的，我的权利法国是这么弄的，我要按那个法弄，这个是对我好，这样的动力就来了。对，这事儿对我好，那么这个事儿对他好，就是为自个儿，而不是为了一个抽象的什么说法，那个就是这个是这个制度基因，就是你没有这个东西，那东西推不出来。那所以中共很快的就在中国的土壤上或者基因里面就植入了极权主义。对，是这样。这个那么刚才讲的是这个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对。那么下边的问题就是共产集权制的制度基因是什么？是什么？对。那么这共产集权制的制度基因，我对它的分析呢是靠分析苏俄来的。在苏俄呢产生它的制度基因有这么三个东西，一个呢就是这个沙俄的这种帝制的这个高度集权的这种统治，沙俄的帝制。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俄国东正教。第三个呢就是秘密的恐怖的政治组织，这些都是这个布尔什维克之前在俄国就已经社会里非常重要的三个基本东西。这三个东西合并到一块儿，是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制度基因。首先，这个沙俄帝制是区别于西欧的封建制度。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这个封建贵族他们的政治联盟这个基础上，然后他的政治联盟意味着每一个贵族都有非常实质的自己的权利，这个权利来自他的产权，就是他的土地，就由土地的产权
带来的他的政治权利，带来的他的军事的权利，他的经济的就是产权、人的权利、政治的权利、军事的权利合在一起，他才有力量保卫他自己，才有力量合在一起能保护他们就是合成一起的团体。靠这个，他这个国王和他们的关系是个这个联盟关系，所以国王实际上永远是受贵族制约的。你有这个，才有后边变成宪政的这个可能。而这个沙俄的帝制下，虽然他有贵族，但是呢，他的贵族非常弱，就是他的贵族无论是从他的产权上，还是他的这个政治权利、军事权利上都非常弱。实际上，自从彼得大帝之后，这个军事的权利逐渐的这个贵族就没有了。所以到了这个拿破仑战争的时候，这个俄国的这个军事力量根本是统一的，就是已经不是就是这个俄国沙皇不需要这个贵族提供军事力量，自己就有这个贵族已经变成了是官僚了。贵族是有个贵族名义，实际上呢，他在军事上有没有权利，那是派给你的。就是分配给你，你是什么将军，他是什么将军，他是什么将军。然后明天我不喜欢你了，我把你将军就撤了。只有一个 title。对对对，他那个贵族只是个名誉。对，就是当然他是有一些土地，但是他从那个土地并不产生他的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那么这就是这个俄国的贵族状况。这就是为什么后边有12月党造反，12月党造反全是贵族。贵族。这些贵族他就是去了，就是拿破仑战争，他们赢了战争，他到了法国看见了啊，原来法国贵族这么厉害啊，我们也应该跟他们一样，所以我们也要建议会啊，建了议会我们才有权利啊。但是这个沙皇是不允许建议会啊，所以就秘密的撮合，说我们把他给杀了，然后我们自己再弄一个沙皇，然后那我们弄一个议会，对吧？这就是出来了。那么我说的他的这个秘密的政治恐怖组织，就是从12月党起，在俄国形成的它的一个基本的政治气候和一个基本的政治组织方式和这个革命的方式，这个改革的方式，就是用这个恐怖组织搞密谋、搞暗杀、搞这个暴动啊、搞这个政变啊，就是俄国基本传统。这就是基因到现在也在。对对对对，布尔什维克就是从这儿变出来的。从这儿。对，然后呢，这个沙皇的这个统治没有中国的皇帝这么完整，但是呢，它也是从本质上不同于这个西欧的封建制。那么这个呢，就为后来的建立的这个集权制呢奠定了这个基础。然后为什么这个俄国东正教这么重要？原因呢是第一就是这个共产主义思想来自于基督教，而这个所谓东正教嘛，那根本就是基督教一分支，所以就是这个里边的相当的一些内容呢，这个基督教的人是很容易煽动的，这是第一。还有就是实际上这个俄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有意的朝这个东正教的方向翻译的，就是很容易吸引这个俄国人。然后呢，也需要交代呢，就是俄国东正教在俄国的影响，就是为什么说它是它的制度基因。所有熟悉俄国的人，就是这一点上立刻就会同意，就不会有不同意见。因为呢，是俄国东正教在先，俄国在后，就是在还不存在俄国的时候，已经先有了俄国东正教。因为在连俄语都没有的时候，先来的是俄国东正教。这所谓俄国东正教是当时的这个拜占庭帝国，这个四处去传这个东正教。然后呢，这个东正教有个基本特点，就是拜占庭帝国在传东正教的时候呢，它有个非常重要基本特点，就是它为了普及，它要用当地语言，而不用希腊语。就是它的原本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正装的基督教正装的语言是希腊语。这为什么它叫 Orthodox？ 因为
只有希腊语才是正装的，你那个拉丁的就已经是翻译的了，所以你们不怎么样。我们是正装的，所以我们是 orthodox， 正统的，咱们中国人就给翻译成正统的。这个，然后呢，他们跑到今天叫俄罗斯的那个地儿，当时不是一个国，是许多这个贵族分别控制的一个那种用欧洲语、斯拉夫语、欧洲语言讲的，管他们叫大公国。其实都是欧洲语言，他们自个儿都没这语言，这个连文字都没有。这个跑到他那儿去传教，然后为了传教方便，按照他们讲话的法儿，用希腊字母发明了一套语言，管这叫俄语。根本是为传教用的。俄语是为了东正教传教来专门发明的。东正教的教士给他们发明的，为了传教用的。所以是东正教在先，俄语在后。对，用这个法儿，让他们当地的人有了一套对世界的这个理解跟说法。然后就是当地的就是这个所谓斯拉夫人的那个好多个公国吧。他们这些公国的这个首脑呀，都不是斯拉夫人，全是北欧人，都是 Viking。对，维京人，野蛮人。对，是 Viking 统治了斯拉夫人。对，所以是 Viking 呢统治了他们以后呢，那么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基辅大公国，那是整个就是今天叫俄国这一大片地方，第一个最先文明的是基辅大公国。基辅大公国的这个首领呢，有意识的去讨好那个拜占庭帝国，然后呢，考察了拜占庭帝国的这个东正教。发现哇，说这个教堂这个辉煌了不地了，这个人到了这儿绝对就服了，所以呢，觉得得把这教给弄到我这儿来，他们就服了我了。就是更多的人就服了我了，因为这个统治呢不能只靠暴力，所以呢，是他第一个把这个教给引进来的。然后他引进来以后呢，就是强制他们国里边的人全洗礼。因为这个基督教是要洗礼的嘛，就是本来基督教的洗礼是自愿的，对，就是你这个信不信都是自愿。他说你必须给我洗礼，然后而且基督教是不允许有多神的嘛，而他们原来是多神的呀，就因为他们原来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所以乱七八糟各种神，说必须把那个神的偶像全砸了，都给我洗礼，然后一律都换成那个耶稣基督，然后换成十字。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所以我想说这些道理，就是说，这个东正教对于俄国人来说，是真正的他们的这个贯穿了他们全社会，洗了他们的脑子的，世世代代，对，世世代代，他的语言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他的语言根本就是这个宗教语言，就是这么过来的。那么再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是普遍呢。文化水平非常低，识字率非常低，因为它的识字都是从这儿来的。然后呢，它这个宗教呢，就是都是国教嘛，因为其实是罗马帝国把基督教变成的国教，而一旦罗马帝国建立了基督教变国教的时候，罗马帝国就把首都从罗马给移到拜占庭去了。这个移了去了那儿以后呢，它就变成了讲希腊语的这个国家了。本来他们首都在罗马是讲拉丁的，这个移走了，所以在拉丁语那边呢留了一个政治上的真空。于是呢，就给了讲拉丁语的教会一个机会，变得非常大。所以呢，所谓的天主教呢，是在那个政治真空的情况下发展出来一个巨大的一个教会。然后这边呢，因为它就是世俗的这个首都，而这就是国教，所以呢，东正教就是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的国教，所以从一开始就是国教。因此呢，它就是这个所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国教里边的一些特点，就是它是为统治服务的。
不是为共产主义宣扬共产主义的，是为统治服务的。那所有这些特点都在那儿。然后呢，这东西就是从根儿上就进入了讲俄语的那群人的人群里去。明白。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他们这个文化水平很低呢，他也希望人们文化水平低，因为你文化水平低呢，你这个宗教呢，你就听我讲给你听，你不会读书，你就听我讲给你听。那么所以这个俄语的世界里一直都没有完整的圣经，就是文化水平低到这个程度，就是没有翻译成俄文。虽然他那是用希腊字写的，但是它不是希腊语，就从希腊语得翻过去，就是一直没有翻译，直到了18世纪啊，还是17世纪的末呀，它才就是很晚。是啊，我们好像都没有看到俄罗斯的画里面有这个拿着一个 Bible 去传教的那种形象哈。他们是不是没有？他们是不读经书的，对吧？他们的连他们的神学院，都是到18世纪才有完整的圣经可以读。所以就是整个的就是宗教改革对他们什么也没有，因为宗教改革讨论的是教义。教义是你要读圣经的，你要还有所有在文字基础上的，对所有圣经相关的文献你得读。文献量非常大，而且相当的深奥，就很多哲学。他把过去很多很多的内容啊，连对世界的观察都放在里头了，包括怎么预测星星啊，怎么预测日食啊、月食啊，什么都在里头。是个大百科全书，其实对，什么都有。那俄国人没有，俄国人很晚才有了，所以那么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在哪儿呢？重要性就是俄国东正教的基本特点。这个特点就跟后边发展极权主义就相关了。特点就是普遍人们是半文盲状态，文盲和半文盲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宗教和天主教有重大差别。就是他的宗教更是形式，是礼仪，是偶像，然后是崇拜，是一种盲目的信仰、盲目的跟随和吹捧，很少实质内容。然后没有哲理，没有哲学，没有逻辑，不能分析，不提问题，这个就是俄国东正教的基本特点。没有辩论，没有思考，不能辩论，跟没那能力，都不说允许不允许，没人没有，对，不会，完全是单向输出。对，所以这群俄国人就是这么教育出来的，一大群的俄国人这么教育出来的。你又把俄国人得罪了，你今天已经把马克思得罪了，把基督教得罪了。对，马克思主义要能传播，只能是这地儿传播，就是一群的文盲。然后呢，里边它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天主教跟东正教都有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封圣人。什么是封圣呢？就不可置疑。封圣其实就是个人崇拜。只不过呢，他崇拜的是死人，不是活人。就是他想出这么个很好的法儿来，他把一个死人给他捧到天上去了，然后大伙儿都崇拜他。那么他用封圣的办法呢，使得他宗教呢不断有一个模范，让大家跟着走，而且不断的强化，还不许质疑。对，你也没得质疑。对。那么这个东西呢，然后就是他的为什么要强调他的礼仪？因为他的仪式感啊，本身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洗脑的办法。对，就是你信这个东西，你跟着走这个东西，你有很强的情绪，你为了这事儿可以拼命，你可以连命都不要，就为了他说的那件事儿，全靠这些礼仪形式。圣人，然后呢，圣人很重要，因为呢，大量的圣人都是martyr，都是烈士、殉道者。对，就我们后来翻译成烈士，是从这儿变世俗化了。其实是殉道者，是有宗教意义的。对，是 martyr。就是为什么那些穆斯林的人就是拼了命的要把自个儿怀里装个炸药去炸别人？因为有一种神话，他变 martyr 了。他认为他变 martyr 了，
Martyr 下一步就封圣了，所以他为了他的信仰，所以呢，共产主义事业是靠这才能推动的。你没这么多 Martyr， 你是推动不出来的。就你看看他们这个俄国革命的时候，有多少人非常英勇啊，勇于牺牲自己啊。是啊，好像英美只说 hero， 没有说 martyr， 对不对？对，英美好像只鼓励大家做英雄，没鼓励你做烈士。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在早期建立的时候，是大量的这个宣传的方式、组织的方式、渗透的方式和这个建立个人迷信的方式，全部直接从俄国东正教这个 copy 就是复制过来的，直接复制过来，就是把里面的词儿换一换而已。就是你把这个上帝拿掉，你把圣经拿掉，把这词儿换了，就是好，那些词儿根本都是现成的，那些做法全是现成的，对俄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就是一换了那个词儿他就明白了。然后他换掉的是什么呢？换掉的是社会公平，然后他把愤怒的对象变成了贵族资本家。对，因为这些敌人在圣经里都有，就是然后这个旧世界是要毁灭的，就是世界末日嘛，这个本来就是基督教的最基本成分。就旧世界就要毁灭了，新世界就要来，新世界就是基督回来了呀。新世界就是基督回来了，现在你就不说基督回来了，马克思主义啊，然后是共产主义啊，那就是基督回来的一回事儿。就是然后旧世界就是灭亡，资本主义就是旧世界，然后这个世界这个旧世界灭亡，新世界来，世界就颠倒过来了。这个原来有权有势的人就都进地狱了，然后我们的社会大同了，共产共济了。对啊，全都是基督教里原来就有的东西，所以非常轻而易举的，对于那些个不懂得教义，只知道口号的人，一下子就抓住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他的3个制度基因，就是沙俄的帝制、东正教思想，对，秘密的恐怖组织。东正教不光是思想，东正教就包括它的组织方式，它的穿透的方式，这个东正教的这个怎么描述的，怎么鼓动的，对，它的 narrative， 对，就是他的这个怎么使用偶像的，这个怎么搞这个仪式的，对吧？就这3个东西，布尔什维克的3个制度基因里，中国跟他有2个是一起的，只有1个中国没有，就是大家都把蔡元培当成一个简单的医学者，完全搞错。蔡元培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者，同时蔡元培就是这秘密组织里面的这个头目，所以他是有很大的政治权力的。跟共产国际关系最紧密的人之一就是李大钊嘛，李大钊就有大量的这个文字留下来的，就是转达这个共产国际的命令，就是中国共产党努力要在这个秘密社会里来发展。那好，现在回到中国来，就是实际上呢，这个苏联实业革命之后，这个立刻就建共产国际，立刻就在这个世界各地推动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推动共产主义运动。那么中国根本就不是它的主要对象，中国只是它的边缘对象。这个边缘对象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跟俄国这个边界接壤特别多，为了它的安全，它也需要这边，就是不要把这边变成了它的敌人呢，去攻打它去。比如说过去俄国人跟日本人打仗，那么他跟日本人打仗怎么牵制日本呢？你就得想办法给中国搞定了，你才能牵制日本。所以根本就不是他的主要对象，就是他的第1号主要对象是德国，第2号主要对象是围绕德国的那些中欧国家，其中比如说匈牙利啊、捷克斯洛伐克啊，就是这些是他真正的这个对象。那么英国都比中国重要，他只是呢，英国他觉得他搞不动，他觉得能搞定的应该是德国。然后呢，他这个除了中国以外，他也在蒙古也都弄，就是四处都弄。
那么这里真正重要的这个因素就是，你看啊，第一，中国人先知道的是宪政，然后中国人原本几乎不知道布尔什维克，这个实际上原来就是根本不知道，然后直到了19年、20年，就是极少的人才知道，为什么这东西能在中国发展这么快。第二，共产国际根本就没拿中国作为它的重点，重点不在中国，那别地儿都失败了，为什么偏到中国就赢了？这些东西，这几个问题合在一起，就是说必须要有什么东西能解释，这不是偶然的，这事儿不是偶然的。其实如果偶然的，中国为什么不偶然变成民主了呢？对呀。如果偶然的，为什么德国不偶然的变成共产党国家呢？就是这么大的努力在那儿，他为什么不偶然呢？对吧？所以这东西不是偶然的。那下边我的解释就是，就是布尔什维克的3个制度基因里，中国跟他有2个是一起的，只有1个中国没有，就是东正教。没有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外边来帮的。就是你如果什么都没有，谁也帮不了。你只缺一个，3个里缺1个，这个可以帮。而且不但这3个里头那俩跟他是在一起呢，那俩都比他还强，比他强多了。比如说沙俄的帝制跟中华帝制比，中华帝制是远远超过他，就是从这个接近极权主义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果我们追那个俄国的历史，实际上这个沙俄帝制的这个行政的这个结构的建立，里边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蒙古学习的。蒙古当时就是蒙古统治了中国，也统治了他，所以中国的那个元朝是蒙古的4个汗国之一，4个汗国的其中1个是他金帐汗国，一个就是元朝，那就是一个汗国而已。然后呢，是当时的蒙古帝国从元朝调了技术官僚去金帐汗国，就是俄罗斯，就是去金帐汗国帮助他们建立他的这个行政体制。其中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人口普查。人口普查他们根本就不会，完全靠的是元朝去的人讲汉语的，去那儿给他们做人口普查。由这个还引起来了他们的这个内部打仗，因为他们的这个蒙古人在那边的统治，金帐汗国的统治，因为蒙古人认为这个金帐汗国太穷太土，就是蒙古人只重视2个地儿，一个是波斯，就是伊朗那个地儿，那是他占了，一个就是元朝，这俩地儿富，就是这俩地儿是弄钱的地儿。那个这个金帐汗国就是俄罗斯那地儿太土，啥也没有，所以呢，蒙古人就懒得统治，懒得直接统治，所以蒙古人说你们来统治，你们自个儿统治，然后你服我，你不服我杀了你。所以呢，蒙古人就雇了他们这个俄国的贵族替他统治，就是本来呢这地儿是他们俄国贵族的地儿，然后现在蒙古人说那不是你的了啊，那是我的，你帮我统治。你帮我统治呢，我别的啥都不要，每年给我交钱，就是交税啊，你不交税我杀了你。然后呢，这些贵族就是老老实实的替他们这个征税。然后呢，最后蒙古人发现呢，征税是元朝最会征，这个俄国人这块弄的都不对，所以就从元朝调来这些技术官僚啊，说要在他们这儿按照那个元朝人弄。因为元朝其实呢是蒙古人直接统治，但实际上地方上都是汉人统治，所以他想在那儿仿制元朝造一个。然后这个中国的技术官僚去了以后，就开始给他们做人口普查，这些贵族立刻就发现这侵犯他权利了，所以就有一些俄国贵族就抵抗，抵抗，然后这个蒙古人就是说那你混蛋，你抵抗。所以我让这个不抵抗的人去消灭你，所以就这样就把一部分的贵族就给灭了。就是纯是因为从元朝来了人去给他做这个人口普查，引起来他们自个儿内部就把一部分的贵族给灭了。所以呢，所有的贵族都得按元朝的法儿给我做人口普查，然后呢交人头税，
就是按这个元朝的法儿弄。那么就是一步一步就把它变成了像元朝的那个法儿来统治。所以经过了100多年、200年的这个蒙古人的统治，就把它政治结构上就变成了沙俄，就变成了这个元朝的这个蒙古人的法儿了。实际上是跟中国学的。所以就是当我们讲制度基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制度基因原本压根儿那个一部分的基因的那个成分从根儿上从中国来。对，它这个俄国的这个制度基因的根子上是3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最早这个 Viking 统治了斯拉夫人留下来的一些习俗，一部分元朝弄来的，一部分拜占庭弄过来的。就是在他的这个蒙古人统治的末期，拜占庭帝国要垮了，然后呢是由这个就是安排的一个婚姻呢，就是把这个拜占庭帝国的这个皇帝的这个侄女嫁给了这个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然后呢，这个嫁过去的时候呢，因为马上拜占庭就要被这个土耳其人给干掉了，所以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都给搬走了，连国徽带国旗。所以为什么俄国人的国旗是双头鹰？那是拜占庭帝国的国旗，国徽，就是双头鹰。那个一切都从拜占庭搬过来，然后就把。因为拜占庭原来叫第2罗马，就管莫斯科叫第3罗马，所以就是这个东正教的首都从拜占庭移到了莫斯科，但是实际上莫斯科的人都是文盲的，就从此这东正教一蹶不振。就是本来东正教是很有学问的，是然后搬到那儿去了，就没了。好，那就是中国第2个。对，这个共产国际呢就变成了东正教的传教主了。就是传的就是共产国际、共产党、共产主义、对，共产极权主义、对，共产极权主义就是靠共产国际到中国去传的。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懂得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没有人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就是相当盲目的一种信仰。那这个秘密恐怖组织呢，在中国的社会，这根源可深了。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有文字记载的内容，至少追到宋朝，而且这是连的，并不是说这个一会儿那个一会儿，就是你朝代有多少个，但是这个秘密组织是连贯的。这个其中连贯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白莲教，就是一直能追到宋朝去。然后这个白莲教呢，当然它的背后。有这个外来，就宗教全是外来的，有这个外来的宗教的那个部分，但是呢，就是这个组织方式都是中国自己内部弄的。然后呢，尤其是到了清朝的时候，这个秘密组织非常的发达。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无论是这个辛亥革命也好啊，什么都是靠的这。第一呢，就是孙中山组织的救世者；第二呢，就是孙中山的所有的组织，在他起步的时候，都是直接在恐怖秘密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直接在那上建立的。就是比如说所谓的同盟会，原本是好几个组织合并出来的，每一个组织都分别是在某个当地的秘密组织里那个为基础弄出来的。孙中山自己直接相关的那部分就是从红会出来的。那么他在红会，他在香港被那个红会封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他们的那不都是黑帮嘛？那么黑帮的那地位的名字叫红棍，大棍子的棍，所以后来叫党棍呢，就从这儿来的。党棍本来不是个坏词儿。红棍是好词儿，拿了大棍子，这权力大，还不是一般人能当这个党棍。当然，他是非常高的地位，他叫红棍，红会那个红，洪水的洪，红棍。对，这个然后这个他们这个同盟会合在一起的时候，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很大一个部分是江浙一带的，就是江浙一带一直是国民党里的这个骨干嘛，那么江浙一带根本就不是孙中山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是广东过来的，那么江浙一带就是陶成章嘛，然后陶成章那是这个虽然他是留日的，还有这个蔡元培，他们都是留日的，他们是学生，就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搞武装呢？所以他们全部都是在江浙一带找的这些，就是哥老会啊、青红帮啊，就都是他们弄的。就是他们在江浙一带，他把江浙一带的这些秘密组织全部串在一起了，然后给了他们一个这个革命理念，跟着我们这个。而他当时的这个革命，就是为什么这个孙中山的共和革命实际上很少讲共和，更少讲宪政，远没讲的更多的是这个排满。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力量靠的这，就是你怎么能动员这些土匪，怎么动员这些黑帮、黑社会？你就说我要排满人了，我们汉人要掌权了，你跟着我干，你就是将来大将军，哈哈，那这土匪就干了。你又把民国的人都得罪了。所以你看他这个秘密组织搞在一起，所以他这个秘密组织内部就会有大量的这个完全就是这种传统的秘密恐怖组织，自己相互之间的内斗，完全连包括解决问题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就是蒋介石这个奉这个陈其美的命令刺杀陶成章，那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就是因为陶成章因为陶成章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并不比孙中山低多少。原因很简单，因为江浙一带的这么大的力量是他弄来的，然后他那个组织，他跟蔡元培两个人是共同负责的，就是大家都把蔡元培当成一个简单的医学者，完全搞错。蔡元培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者，同时蔡元培就是这秘密组织里面的这个头目，所以他是有很大的政治权力的，这个包括军事权力这里面。那么陶成章居然敢挑衅孙中山，他挑衅的原因就是关于内部的这个物资的分配，因为这个出去募捐是真正的孙中山的能力，真正的军事力量根本也不是孙中山的。那么既然军事力量的主体是江浙一带的，那么他应该获得，你出去募捐嘛，你募捐的钱来的这个力量应该分配给我们，经费咱们大家应该一块用嘛。然后他说这个孙中山私自挪用这个募捐来的公款，那这了得了，就把他杀了。然后这个蒋介石后来在自个儿日记里就说，他真正获得孙中山的这个信任，就是因为他胆敢出手刺杀他的对手。他说我一点不后悔，我干了这么壮烈的一件事儿，是因为干了这么壮烈的事儿，我就获得了孙中山完全的信任了。这就是一例啊，就是他们这些组织是干什么的。然后呢，共产国际来到这个建立这个中共以后呢，共产国际立即就发布的就是命令，就是要中共这个集中力量在这个秘密社会上。从那里头直接这个建立军事力量，然后这个秘密社会，这共产国际都连名字都点出来，就是哪些，就是红会啊、哥老会啊、红枪会啊、大刀会啊，就是名字都点出来，都给我做这个。然后这个其中这个当时共产国际跟共产国际关系最紧密的人之一就是李大钊嘛，李大钊就有大量的这个文字留下来的，就是转达这个共产国际的命令，就是中国共产党努力要在这个秘密社会里来发展。那么这个是就是共产国际的命令的那一部分。那么实质上呢，那么就是首先井冈山基地就是哥老会建立的，根本不是中共建立的，是哥老会的这个袁文才和这个那个好像叫王佐叫什么我记不准了，就是袁和王两个人，都是这个哥老会的地方首脑。
然后他们建立的这个井冈山基地。然后呢，是1925年，中共把袁文才给招募进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呢，是这个后边这个毛泽东奉这个共产国际的命令，发动这个秋收起义，然后秋收起义失败就是原本的共产国际给的命令是四处都起义，不是光是这个，就是毛泽东只是中间一个部分，就是四处都起义，起义了以后呢，全部把部队拉到那个深圳，今天叫深圳的那个位置，就是广东惠州那一带，汕尾拉到那儿海边，那个共产国际派军舰送那个军火过来，然后呢，要计划是在广州建首都，这是原本共产国际的计划。所以这个81的南昌起义，这都是共产国际指示的。共产国际有一个全体的安排，但是呢，所有的起义全失败了。全失败了以后，整个的起义仍然按计划往那个方向拉，根本拉不过去。那么就必须找地方藏起来，不找地方藏就全灭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找何长工联络袁文才，说我的部队逃你那儿去。袁文才说你别来，说我这地儿养不了你们这么多人，说我有银子给你，我可以给你银子，你们去别地儿去。毛泽东说不行，别地儿不能去了，只能来你这儿。说我给你抢银子来，是我来你这儿。土匪做派。然后反正总而言之，最后就落了井冈山，就去他那儿了。去他那儿呢，所以这个就是这个1928年，对，27、28，反正就是这个27、28，就这个时间。那个，然后呢，这个毛泽东去了以后呢，就再通知各路的这个败军，就是起义失败的，包括从南昌败下来的，所以各路就都来了这儿了。那么都是靠的这个袁和王，就是哥老会的打下来的这个井冈山基地，然后就在这儿集中了。然后呢，在这个背景下呢，斯大林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斯大林的判断呢是说，这个时间应该是1927年的秋天，就是刚才讲的秋收起义应该是1927年秋天，我记得不准确了，回头查一下就好。那个这个斯大林有个判断呢，就是这个中国革命的形势大好，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共产党这个国民党呢，在1924年改组，是布尔什维克给他改的，就是共产国际给他改的，就是国民党改组，然后呢，同时这个苏联出钱建立了这个黄埔军校，然后呢，苏联出的教官、出的教材、出的武器、出的这个财政支持，这个为国民党建立了他的部队，就是自从有了黄埔军校以后，才真正建立起来了一个经过苏联训练的部队。刘志丹在哥老会里是有很高地位的，然后当时呢，刘志丹在哥老会里的这个力量、这个地位，是靠的是马锡武。1928年在莫斯科召集中共第6次代表大会，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报告，是由周恩来做的。这个报告呢，就是关于在中共和中共的军队里的土匪问题。张作霖控制了这个北京，然后呢，万国公使团呢就跟张作霖政府交涉，说必须立即搜查那个苏联大使馆，首先封锁，然后搜查，说里边有匪徒，里边要搞暴动。26年、27年这个北伐战争，整个的北伐战争是完全由苏联红军的将军策划的和指挥的，就是整个的所谓的北伐军师级和以上的全部都是苏联军官。
就是根本就不是国民党自己的这个策划和自己的指挥和自己的能力，他们根本没这个能力。然后这个战略、战术、执行都是苏联搞的，所以呢非常顺利。就是这个苏联红军指挥的他们训练出来的北伐军去打那些土匪，因为军阀跟土匪差不多，就轻而易举，就势如破竹。但是苏联的意图绝对不是要国民党来最后夺取政权，他是利用国民党来把这个原来的给搞垮，然后用共产党来取代。所以呢，由于北伐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胜利，然后呢，苏联同时是试图要在北京这个要搞暴动，然后这个要搞暴动的这些个秘密指示这个电报呢，被这个西方国家给截获了。截获了以后呢，这个当年就是在这个辛丑条约的时候，这个西方国家跟当时的清政府有条约，条约是说呢，所有的这个外国使馆在北京是集中在一块儿的嘛，东郊民巷那块儿，这些地方你们不许进，这是我们的地儿。租界，因为曾经出过事儿嘛，说从此你们不许进来，说你们要进得是我们批准才能进。然后他们就是合在一起，这西方的这个使馆呢是一个团体，他们叫万国公使团。那么由于法国、英国什么等等，这个一块儿都截获了这个苏联大使馆要暴动，截获了这个消息，于是万国公使团出了一个这个命令。当时呢是苏联发动的，在北京发动过一次政变。政变了之后呢，就是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所以所谓的北洋政府其实是已经变了，就是已经不是北洋了，已经是张作霖了。张作霖控制了这个北京，然后呢，万国公使团呢就跟张作霖政府交涉，说必须立即搜查那个苏联大使馆，首先封锁，然后搜查，说里边有匪徒。里边要搞暴动，说这个那个我们的命令，然后张作霖立刻执行了，立刻就包围了苏联大使馆，进行了搜捕，把李道钊搜出来了，然后搜出来，我记不准这个数字了，就10几20几，就是有中共的，有苏共的，就是不是这个使领馆人员，是武装人员。然后搜出来了炸药，搜出来枪械，搜出来大量文件，文件都是关于暴动的，还有关于怎么样这个穿透国民党，怎么让共产党搞垮了国民党等等的，然后文件都出来了，然后这蒋介石气疯了，就发动了政变。所以是这个事儿在先，蒋介石的政变在后。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不就是这个412吧？就是1927年412政变。412政变。那么这件事儿，刚才我说这件事儿的发生的时间是4月初，就4月几号。那这个一共搜出来7卡车的这个内容，然后立刻他们就在报纸上就把这个一些这个文件里的内容就在报纸上就登出来了。这个，因为张作霖这个居然可以进攻一国使馆，这是很非同寻常的事儿嘛。所以你有什么道理？那么他会说，我给你都宣布，都公布出来，然后我有这个万国公使团的支持，就不是我要干的，他们要干的，说我是奉他们命令，然后我真找着东西了，他要进去啥也没找着，那其实是很麻烦的。所以他说我干，让大伙儿看，证据是这儿呢。所以这一下呢，就蒋介石就翻了，这个，所以才有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各地全面开花暴动，就是这个暴动是这么来的，就是实际上本来就要暴动，
一切都是准备好的，早就已经把枪械什么都准备，不是因为蒋介石所以他们暴动，而是他们早就准备了，只是在寻找时间，什么时候弄。实际上就是在北伐战争已经顺利进行的情况下，他们在南方已经在暴动了。然后蒋介石也知道，也很生气，但是呢，他无法解释，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局部的事儿呢，还是一个什么。那么他决定要政变的时候，因为他本来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苏联是他的领导，然后突然他反苏反共了，那就是政变了，所以这个才是政变。就是他根本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将军，所以当时国共在那个时间都是受苏共。对，他的政变的意思就是从此他翻了，对，他不受苏联领导了，也不受，也跟共产党翻了。那么本来共产党就要暴动，那现在就全面暴动。然后这个全面暴动呢，因为这个蒋介石已经控制了上海，所以共产党没有可能接近上海，因为上海是更好的港口嘛，就是苏联来援救，他就需要有港口来援救，所以就把这个援救的地方放到了这个汕尾，然后就是都在南方暴动，然后就朝更南边的海边去，但是走不过去，都被他们挡住了，因为这个秘密也暴露了，然后交通线都被他们阻碍了，所以只好进山里头去了，就去了井冈山们，都是这个土匪替他们打的。然后呢，斯大林认为形势大好，说现在的形势相当于1917年的7月革命。1917年7月曾经这个发生过一次暴动，在莫斯科，然后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列宁就逃芬兰去了，就好多人都逃了。然后这个7月失败一次，不是10月就又来了吗？所以他认为中国就相当于那个，就是已经就要成熟了，差不多了。所以斯大林很兴奋。这个按照这个判断呢，所以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还没准备好，因为原本中共很弱嘛，所以现在让他们赶快四处都起义呢，就把政权就拿下来。但是他们什么文件都还没有呢，他只不过是在苏联领导下，他必须要自己得有系统的文件指导自己来做什么，所以立刻决定1928年在莫斯科召集中共第6次代表大会，这是唯一的一次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外国举行。那么为什么会在莫斯科？就是因为他认为中国革命就要胜利了，于是就在莫斯科进行了这次代表大会。6大哈，对，6大。然后这个代表大会上呢，就这个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报告，是由周恩来做的。这个报告呢，就是关于在中共和中共的军队里的土匪问题，因为它是在土匪基础上建的，所以你怎么办？然后呢，这个报告呢，就提出了整套的原则。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苏联告诉他的，你得按这个给我办。意思就是说呢，所有这些土匪啊、黑社会啊、秘密社会啊这些东西呢，我们尽量从那里招募人作为我们的武装力量和作为我们的同志，进来以后呢，努力的分化瓦解他们的首脑，然后呢，所有已经分化瓦解，就是完全接受我们领导的那些首脑，那就变成我们党的干部。但是任何不接受的，都把他们给消灭了。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就是包括肉体上消灭。然后这就形成了这个中共中央的文件，就是周恩来的报告，然后就变成了6大的重要的文件之一。然后这个文件呢，那么你作为共产党嘛，文件出来以后，马上用电报的方式就传下去，就是马上四处就都得执行了。然后井冈山地区就要开会传达中共6大文件。毛泽东当时地位很低的，所以根本人还在井冈山，人家在莫斯科开会。地位高的人都在莫斯科呢，地位低的人在山里头。山里要开会怎么办？说袁文才是我们这儿领导人之一，
然后你这个文件是要除这个土匪领导，然后最后想出了一个折中办法，说秘密开会，不让他知道，所以就背着袁文才，背着袁和王就开了这个会，就传达了这个文件。但是呢，你怎么可能他不知道呢？他本来是这儿的领导，你这个文件里有这内容，所以他就已经知道了。知道了以后，他就知道要出事儿，然后中间当然就有很多曲折，这我都不在我的重点之内。但是总而言之，那个几年之后，袁王后来就被消灭了，而被消灭呢，靠的是彭德怀、林彪他们。所以就是说这个井冈山的力量怎么形成？第一步就是就是怎么消灭他们里边的这个不同力量啊。然后另一个就是所谓的反 AB 团，反 AB 团，那么都是其中最重要的力量都是彭德怀、林彪他们，这才形成了就是这个毛泽东在中共的军事武装里边的这种统治力量，就靠这么来的，就是他一步一步这个把内部的有能力的给干掉了。另外就是他后来不是到了这个陕北，建立了这个以延安为首都的这个新的这个中央根据地，那边呢也是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赖的秘密社会，就是仍然是哥老会，就是刘志丹在哥老会里是有很高地位的。然后当时呢，刘志丹在哥老会里的这个力量、这个地位，是靠的是马锡武，而马锡武呢，就是后来这地方建了这个苏区之后，马锡武是当地的苏维埃政府的主席。马锡武呢，在这个中共刚建立政权的时候，曾经做过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就是马锡武曾经被中共给捧得非常非常高的。那他呢，就是原本都是这个当地的哥老会的这个首脑。刘志丹是靠他进去的，是他把刘志丹介绍进的那哥老会。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在陕北建了这个根据地以后，就开了全国的哥老会代表大会。那个，所以就是哥老会的重要性是在官方文件上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他就是正式的在那儿开全国的哥老会大会。你就本来哥老会不存在这种全国代表大会的，哥老会虽然是全国这个组织，但是它那个全国的这个各地之间是松散的关系，然后中共要想把他们弄到一块儿来。因为实际上是中共要借这个力量，因为中共这个长征之后已经剩了没有人了，所以他要借这个力量想要快速发展。那么他早先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中共的每一步都是靠的这，就是辛亥革命我们没时间谈，但是就一句话总结，辛亥革命里真正的这个武装力量。直接是就是同盟会能弄得了的武装，能指挥、能调得动的武装力量，就是哥老会。就是辛亥革命的这个都是在讲这个辛亥革命是在这个武昌起义嘛？那为什么会武昌起义一举就成功呢？当地的新军是力量很强的，怎么会武昌起义能成功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保路运动，这个保路运动，这个就是哥老会全面起义了。哥老会是就是是成建制的、有组织的、有武器的这个大规模的起义了。那么哥老会大规模起义，而且有全国各地的哥老会跑到这儿来支援的，就是大规模起义之后，那么这个四川根本无法抵挡，所以是从这个湖北调新军过去镇压。那么湖北新军大批过去以后，这边就空虚了，他就趁虚就起义了。
所以这个所谓辛亥革命的成功，靠的是保路运动起义。保路运动的起义主力是哥老会，就这么过来的。所以这一步一步的都是靠的这个秘密组织。还有就是孙中山这个搞2次革命的时候，要建这个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是完全是按那个黑社会的法儿建的，所有的连程序、连这个起事、什么印纸模、什么乱七八糟，一切都是按照这个传统黑社会的法儿弄的。所以我讲这些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这个是制度基因，就是不是一个人、2个人，而是世世代代的这个起义、这个革命。暴动都用的同一个法儿，那个太平天国也是，太平天国不是洪秀全自己弄起来的，是洪秀全利用了已经存在的秘密社会弄起来的，然后他再就弄神弄鬼，再吸引更多的人，但是他都是利用的已有的这些秘密社会的力量，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人们必须要很清楚，要有认识，比如说是不是反共？一定就都是这个对民众有好处的，那就看你是怎么反攻的。这个试图使用秘密组织的暴动的方式，是没有可能这个获得对民众有好处的结果的。就是这种制度基因出来的内容是有它的特点的，这不是偶然的。就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历史不是偶然的，就历史总是要看它是什么样的制度基因产生出来的结果。在美国占领日本的很短的时间里，就是帮助日本建立了宪法，帮助日本建立了宪政，然后日本在很短时间里变成了一个充分的民主宪政的政体。美国占领伊拉克，美国占领阿富汗，时间都比美国占领日本长得多，花的力量大得多，然后都为他们做了宪法，都为他们建了宪政，为了他们在他们国家弄了这个选举民主制度，从来也建不起来。私有的产权是他自身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就是原本共产党剥夺他们的权利是非法的，是没有道理的，然后还给他们是必须的，这个而不是要感谢谁。我这么听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几个感受，一个是特别激动，想等着您这本书出来哈，因为太需要理论指导了。理论其实学术的理论尤其您在解决方法论问题，其实它解决的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思维框架，就是思维方式。这思维方式可以找到真问题。然后还有当然大家普通人很期待做预测。因为在黑暗的等待或者叫躺平或者叫什么比命的过程中间，尤其你跟一个集权制度比命的时候，人是容易非常没有方向感的。所以我刚才听您这个说的时候，我觉得又好像找到了一些希望，但是又要请您预测。比如说如果这么说，这个极权主义它其实我听懂了，因为您刚才说的是基因特别好。基因它不是英文，我当时在想什么 elements 什么 factors 都不是，它既不是元素也不是因素。基因您放在生命科学的角度上，就是它是带的，骨子里带的，但是生活的环境可能运气还有这个突变的一些外在条件和内在的什么偶然性它又会产生变化。对。如果要这样的模型来解释的话，中共的这个集权体制，它现在什么阶段？它怎么到今天了？我们先解决这个它的基因土壤的问题嘛。对，是这样。这个就这个概念呢，是一个普遍概念。普遍概念意思就是我不是专门为了讨论极权主义发明的。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我自己认为呢，就是如同。这个路径依赖理论是个普遍理论，这个就是路径依赖理论的第2步，或者叫做第2个版本嘛。它那就是所以呢，就是当我们讨论民主制度，讨论宪政的时候，
他们都需要他们的制度基因。就是当我们讨论民主转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关心的就是你有没有民主转型的那些制度基因。就是当你没有民主转型所需要的制度基因的时候，无论你做什么，那事儿弄不成。那么我举个例子，就是离开中国，因为离开中国有些例子很容易让人一下就觉得能帮助看清楚。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战后，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这个占领日本，然后在美国占领日本的很短的时间里，就是帮助日本建立了宪法，帮助日本建立了宪政，然后日本在很短时间里变成了一个充分的民主宪政的政体。例子呢，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美国占领伊拉克，美国占领阿富汗，时间都比美国占领日本长得多，花的力量大得多，然后都为他们做了宪法，都为他们建了宪政，为了他们在他们国家弄了这个选举民主制度，从来也建不起来。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早在这个大正民主时期，这个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已经在日本在那儿。当然这个问题还再往回追，那为什么明治维新它能弄得成？那明治维新能弄得成，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明治维新之前的这个日本的制度，就是那个幕府制度，那个是个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呢，它的制度基因呢，很多的基本特点跟英国光荣革命之前是高度相似的。最相似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权力是分散的，因为它是封建领主分别有自己的权利，然后它作为国家的权利靠的是这些封建贵族形成的政治联盟。而政治联盟本身就是形成议会的制度基因。就是你最早的议会，你不是全民选举的。实际上，这个英国、美国的全民选举都是很晚才有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第一步的形成的宪政就是精英政治。关键就是精英有没有权利。就是如果你只有皇帝才有权利，那你弄宪政是弄不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弄不出来，而日本能弄出来。日本能弄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它权力本来就在那些贵族手里，它只不过换了一个法儿。就是原来这些贵族是形成这个老式的封建的政治联盟来统治，后来他的政治联盟换一个词儿叫议会，然后议会里边用了个选举的法儿。那么这个对他来说，这个改变是 at margin， 就是相对小的改变，就是说你需要的只是它的基因的变化，而不是要注入一个新基因进去。你在中国你想搞宪政，你得有完全新的基因得取代它，弄不出来的。而他那个就是原来就有这东西，改一改就好了。所以一群信这个，他们管这个西学叫兰学，就是兰是指的荷兰。日本人最早这个从学的西方东西是荷兰学的，就是信兰学的这帮贵族，就是发动这个政变。其实所谓的明治维新就是政变了，就是发动政变的，就是信兰学的一帮贵族。那么找了这个天皇，啥权利也没有，跟天皇说，咱们你把你的旗号给我们用了，然后我们就拿你的旗号这个改变了，改变完了以后，我们说这个权利归你了，实际上权利是我们的，你干不干？干了，因为这个本来这个天皇啥权利也没有，这下变得有些权利了吧。所以那你这个他就弄成了。那你在中国弄，你说要弄这个，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庚子变法，你要真让皇帝把权力让出来，让给议会，权力当然皇帝当然不干了。你说什么好话他也不干。这个所以他一定最后不得已干的时候就是庚子变法。那他一定想方设法给你捣乱，就是这，因为他有权利啊，他没权利他捣不了乱，他有权利他为什么不捣乱呢？所以同样的事儿在这个俄国就是这个俄国的君主立宪是产生在这个1905年，也学的日本。中国的这个君主立宪实质上走了那一步，
是这个1906年，就是所谓的庚子变法，就或者清末变法，都是这个学的日本，那么都学不成。学不成的原因就是他原来他没这个制度基因，就是我的这个分析方法，就我的语言。那好，回到中国来，就是刚才当然已经很快的提了一下中国的过去，那么讲到中国的今天，那么下边就是中国的民主转型，中国有没有那个制度基因？那我现在呢就简单的就是概要一下，就是向民主宪政转型，你需要的制度基因是什么？这个需要制度基因的第一点就是私有产权，而这个私有产权必须是非常广泛的、非常大量的，必须是就是这个社会的产权的主体是在个人手里，而且个人真正意识到那是他不能缺少的东西，那是他必须有的东西，他要保护的东西，他要有那个意识要保护，这就是制度基因。就当他没这东西的时候，这民主宪政都是空话，就是没有私有产权的地方是推动不出来民主宪政的，它必须得要有，而且不但是有，它得是很重，就是这个人真信这个了，真的要保护了，你得有这么多的足够多的人，全力要保护自个儿的这个东西，对自己的财产和权利，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些人必须是有组织的，这个组织在最早期的时候，因为你在这个非民主制度下是不允许人有组织的，那么你最早的组织就是社区，就是这个社区啊、行会啊、这个商会啊，就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之所以有，是因为人们相信有利益要保护，人们相信为了他自个儿的保护自个儿的利益，自个儿要结成团体，有一个 organization。对，这两个就是这个最核心的这种物质性的，就是物质性的 material， 对物质性的。那第三个就是理念，这个理念就是用制度基因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从一开始我就强调，就是什么是制度。首先，因为什么是制度，才能讨论什么是制度基因。什么是制度？往往呢，人们讲制度，通常会讲，就是比如说这个 Douglas North， 他的定义，什么是制度？他说制度呢，就是这个社会博弈的这个规则。那么我就认为这个定义呢太过抽象，对，不利于这个分析。就是因为你对任何事情的定义的目的是为了分析。对。那么我是在我讨论什么是制度的时候呢，我就加进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的这个要素，就是社会共识。就是制度必须是这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社会共识。原因很简单，因为呢，当你讲这个制度是这个社会博弈的规则的时候，那规则是什么？那规则有的东西是写下来的，有的东西是没写下来的，然后有的东西是人们商量的，有的东西是人们都不需要商量，那就是社会共识。不需要商量，就是所有人都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其实那个天经地义的东西，你换一个地方就不是。你只有在那个地方它是天经地义，换一个地方就不是。所以中国人到了美国人是很难理解美国，美国人很难理解中国，因为他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他不知道在那儿根本是犯法的，这个他是没办法理解的。那就是社会共识。所以就人和人怎么来往的，这个事儿是怎么做的，要怎么推动的，这个潜意识里边的最重要的能把人集在一块儿的是大伙儿的共识。所以这个共识它是英语里就叫什么那个是social context， 又比这个要广泛的多，就是它在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面，大家明文的没有明文的，不断执行的，天经地义的，觉得很自然的东西，它又有文化的和制度的和政治的和经济的，又比这更微妙，是吧？对，它就是通常人们会说这是文化。对，用文化这词太模糊了。对，但是文化这词太宽泛。对，这个社会共识呢，讲的是
这个文化里边的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部分。那比如说这个孔孟之道，那就是社会共识，就是孔孟之道最后留下来的三纲六常的东西，就是君君父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后这个是君主在臣上头，臣在百姓的上头，然后这个老子在儿子上头，然后丈夫在女人上头，是男人控制女人，这个就是社会共识。就是你在这个社会共识下，这个站在上面的人就可以欺负下边的人，然后呢，你站在上面人欺负下边的人，全社会都认为当然是这样，对吧？你在所谓旧社会打老婆，那没人管的。这个打老婆那根本咱们自个儿家事儿，为什么需要有人管？对，你到了这个西方社会，如今的西方社会，打老婆是犯法的，给你抓监狱里去，是不是？这个你打儿子也犯法的，抓监狱里去。这个社会共识变了。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推动宪政呢，就是这个世界上现在的多数国家都名义上是宪政，世界上的多数的国家都是名义上这个是按照宪政来这个组织的，但是呢，这个真正的这个民主宪政的国家占全世界最多不到1/3。那么那些个选举的国家，名义上有宪政的国家，时不时就政变了。那么为什么这个英国和美国从来不会有军事政变？他们从来都是世界上军事上最强的国家。然后为什么那些军事上很差的国家会军事政变？对吧？比如说泰国来不来就政变了，那个军事很差，对吧？这个美国、英国都是这么强的军队，就是别人的整个一国都几个国连在一块儿都害怕他，从来不发生政变。社会共识，就你比如像 Donald Trump， 他可能就会要煽动军队帮着他用军队来做什么，但是军队不会的。对，这就是社会共识。就是你违反了社会共识，就是这个用中国这个鲁迅话叫变千夫指了。什么是千夫指？千夫指就是你违反社会共识。哦，您这个解释一下子超越了很多我们现有的这个理论的，就是分类。对，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我一边听我在想，老说现在中国为什么就是到底能不能民主，到底能不能现代化，其实用了很多理论解释。对，有的把中国比喻成皇权，有的人甚至说就是秦始皇的皇权体制到现在一直都没有。那就问题来了，很多皇权国家也变化了。然后在刚才说的这个孔孟之道，对，现在女权或者这公民社会这个语境下面，就觉得还是可以改变的。对，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社会共识的改变，可能吗？或者社会共识的改变要怎么做？这社会共识的就是所谓的启蒙啊，其实就是这个改变社会共识的非常重要部分，就是有没有启蒙。那么在启蒙的情况下形成的社会共识。当然启蒙呢，这个时候马上就来一个问题，什么叫启蒙？对，这个启蒙朝哪儿去了？是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个法国大革命是直接和法国的这个启蒙运动连着的。而法国大革命中间出现的这种极左的，就甚至是共产极权主义的，都是直接跟启蒙有关。就是那个启蒙时期，他在反基督教，在反教会，然后走得非常极端，然后就把这个，然后要推动这个大革命的这个要推动平等，然后你平等推到了极端，要消灭自由财产。对，启蒙是什么思想引进来？就是这个实际上呢，也就是关系到了，你的社会基因，就是制度基因。这个制度基因的意思就是说，你原来你这儿的这个民众，他更容易受什么影响？您这个把思路全打开了。您看，您已经从欧洲到亚洲，比较案例是非常清楚的。美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在改造伊拉克，但是最后撤出海湾，对吧？对，其实是放弃。对，就是实际上就是指导美国人在伊拉克做事儿的那群人是不懂得制度基因这个道理。虽然在日本也不懂得，但是他万幸那地儿原本制度基因就有，德国一样。德国根本在这个纳粹之前，这个魏玛共和国就是个民主宪政的制度，所以它已经有过了，所以你就恢复
它原来已经有的魏玛共和国的这种结构嘛。所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日本和德国两个如此明确的法西斯政权，对，但是快速的在战后，对，都进入了基本上是最好的对民主和这个议会制的国家。对，然后不管是从社会的教育水平、国民的教育水平，还有市场经济和国力的综合提升，对，快速。对，有很多以前很多的解释说国民教育水平比较高，或者好像都不足够有利。因为教育是什么意思？对，教育什么？对吧？对吧？比如说这个苏联教育水平很高，苏联教育水平很高，你看看今天的俄国，那是什么教育？俄共面对的那个俄国，它也是农民和贵族的这个关系，但是那中国的贵族和中国没有贵族，对，中国，但是俄罗斯的那个当时的沙俄还是有贵族的，还是有知识分子的。它是这样，社会它的贵族很弱，中国是没贵族，那个俄国呢是贵族很弱，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启蒙运动啊，对俄国是有相当影响的。启蒙运动对中国毫无影响，中国根本不，中国这个关于启蒙运动这词儿都是五四运动那个时候才有的，根本都不知道，就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没受它影响。但是那个启蒙运动，至少是从法国启蒙运动开始，俄国就受了影响，就是俄国当时的这个俄国的那个女皇，直接和他们法国启蒙运动的大百科全书派都是有紧密关系的，就是甚至是资助过法国的大百科全书派，甚至他们都向女皇提出来过要在俄国做实验的然后这个他们就是他受这个影响，才有后来的这些变化。那么包括马克思主义进入俄国，都是和这个启蒙运动相关的。那中国的中共的这个极权主义，它到底怎么形成的？它就是在这个思维框架下。那如果你刚才像您说的，民主它需要有3个重要条件，私有产权，有组织的社区，还有关键的理念。对，那条应该更确切的讲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对，所谓公民社会，实际上是公民自我组织。对，您刚才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公民社会这个词儿。所以呢，这么说，中国过去几十年，我们反复在讲建设公民社会。要按您这个理论来说的话，其实也是属于沙丘上建房子。是这样，就是中国呢和这个苏联解体之前的共产党世界相比，中国呢有2个大的优点，就从制度基因的角度看。第一个大的优点呢，就是中国有这么多私有企业，然后中国的城市居民普遍有私有住房。但是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私有制呢是非常不稳固的，因为所有的土地都不是私人拥有，所有的银行都不是私人拥有，还有呢，就是还有多数的中国人呢，是感谢邓小平，而没有意识到私有的产权是他自身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就是原本共产党剥夺他们的权利是非法的，是没有道理的，然后还给他们是必须的，这个而不是要感谢谁，就是没有谁需要感谢的，这是人本来就需要，人本来就天经地义的应该有自己的财产。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理念了，就是社会共识了，就是有没有这个社会共识。这个社会共识在中国呢，逐渐开始形成在相对比较少的人数里，那么就需要这个人数要扩大，就越来越多的人要认识到这个最基本的观念，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就是当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那么民主和宪政永远不会有。